这些事情相当于参与战斗。对空监视报告敌机动态，间谍人员，民防组织负责支援军事勤务，修机场。超危险！校长要当防护团团长，学生选填志愿编团起来，家长就开始这样：100人以上公司要设防护团，立法院在野党依照法条要求内政部赶快动，要求教育他认真做，高中要有防护团呢，跟消防班、应变班。民进党不是搞40万民防吗？做起来呀！民防大多数都是65岁以上，个个有敬老卡，不是民兵。学生16岁参加编组，前线运输、抢修战道，视为攻击目标。政府非常不切实际，所有人都到战场上去了，等于是老中青全部都没。应该是循序渐进，发生了战争，还是要避免长期的伤害，让它越短越好，不要因为战争台湾以后什么都没有。赖清德的心态，如果不能继续当总统，就毁灭。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也不是所有的平民都要上战场，我们要区分民防这件事，青年要被编组，而且是16岁以上的高中生就要被编组。那他们一直讲说，他们只是去帮忙什么指挥交通，战时的时候，你这些动作都很容易把你视为是攻击对象。那这些高中生他根本就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他也不是当过兵的人，那为什么要把这些压力放在他身上？我觉得不管是救灾或是救难，高中生能够好好的待在家里陪伴他的家人，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救灾跟救难我都不太鼓励高中生就要去，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这不是我们一个国家应该要做的事吗？你还没有当兵的人不应该编组进去，等到你当了兵，那你服了兵役，然后你可能成为后备部队，那自然你就要对国家尽忠，你就有这份责任。我并不是说要解除台湾的武装，我只是觉得大家要各司其职，军警消后备该做的事情，军警消后备来做。那另外一个他们就说，那因为我删掉了这个支援军事勤务的字眼，说这样子呢就是在解除武装的前奏。可是支援军事勤务这个背后它有8个工作项目，里面包含要抢修战道，要支援运送军备品，基本上呢就是包含武器跟弹药。在做这些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虽然不是在第一线，但也在前线了，而且你当然会被视为可攻击目标，所以它等于是民防被转换成战时变成民兵的身份跟角色。台湾的民防人员，我觉得政府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我平常跟民防人员接触的频率很高。民防是什么人呢？都是我们的里长、邻长，地方的热心的叔叔伯伯啊。大多数的人年纪都有了，可能都是65岁以上，个个有敬老卡。你请他们抢修战道这种，还有运送弹药这种工作，加深太多民防的 loading， 不切实际，这也不是他们的专业能力。我并没有删除什么，比如说防空的时候紧急避难，带着大家避难所，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民防人员可以去做的，因为他们是里长跟邻长，他们熟悉这个社区，可以协助这个社区。我并没有去删除这些内容，只有支援军事勤务这个部分去做删除。民进党就很喜欢抹红，各式各样的讲说，哎呀，这是要删除武装，因为他本来不会被表决的，民进党希望退回这个案子，因为他是我个人提案，他希望退回这个案子。那所以当天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讨论的时候，就这么巧哦，自由时报就也抹红了民众党的林义君招委索取资料是有系统伤害台湾的国安，所以当天民众党也面临被抹红的情况。这一招跟之前对付马文君很像，民众党就跟国民党协调说，为了不要被他们抹红，支援军事勤务的部分直接把日内瓦公约对于民防的定义写民防法里面，包含呢协助平民不受危害，帮助居民克服敌对行动或灾害的直接影响，包含医疗服务、急救、宗教援助。按照日内瓦公约，民防本来就不是民兵。民进党一直不愿意去跟大家好好解释支援战斗勤务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它就是一个全民皆兵。民防其实是老人家长辈，他在前线运输什么抢修战道会被视为可能的攻击目标，然后你又让我们的学生16岁的然后去参加这些编组，那你等于是老中青全部都没了，你只剩下16岁以下的。台湾已经这么小了，人这么少了，让大家生活下去还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比例，而不是说今天一开战然后所有人都到战场上去了，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步骤。民防的工作是做民防的事，后备军人呢可以来做军事勤务支援。很多人说像以色列全民皆兵，台湾理论上也是全民皆兵，但其实是不对的。但所谓的全民皆兵，不是所有人都是兵，全部人都可以准备当兵上战场。但是上战场他要变成军事人员的时候，他是合法的杀伤目标。但是他如果他只是一般老百姓，他不主动去参与战斗的时候，军队是不可以去扰民的。那老百姓也不可以主动去攻击敌对的军队，因为如果你攻击，你就变成参战人员，那你就会被
法杀伤。不要因为真的发生了一场战争，台湾以后20年、30年、50年什么都没有，也要留下一些就是我们的台湾的未来跟希望。我自己感觉赖清德的心态就是，如果我不能继续当总统，不能执政的话，那就毁灭吧。教育部就强调一件事：高中以上学校停止办理全民防卫动员资讯整合系统的建制。为什么呢？因为去年其实就已经发生过这个事。民防组织、民防人员呢，要负责支援军事勤务，你要去修机场啊，你要去修港口、修军事场库，这些地方危不危险？超危险！这些地方都是被攻击的地方，而且可以再反复轰炸。抢修战备道路、战备跑道啊，协助装卸运输军品。哇，你要去运输军品，超危险！对空监视及报告敌机动态，哎，这个民防做得了。而且你做了，你就军事人员你等于是间谍人员啊！监视报告敌军空降飞弹袭击等情形，高中生做得了。你做这些事情，相当于参与战斗哦。只有那个第7条协助伤患医疗，这个是民事，对，这是医疗行为，那才叫所谓的民防。战争是这样，当一个军人他失去战斗力的时候，你是不能虐杀他的。我想想看，你去运炮弹、运枪的，是不是军人？全民皆兵，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打。立法院在野党要依照建议、依照法条要求内政部赶快动、赶快干，要求教育部不是要他停止，要求他认真做啊，对不对？高中要有防护团啊，你要分消防班、应变班，做起来啊，要做啊，不是法规写的吗？啊，你民进党不是要搞40万民防吗？要做啊，抽一张嘴，真的要求每一个学校，什么校长要当防护团团长，要找主任啊，然后呢，每一个学生啊，他们都要去选填志愿啊，我要到消防组，我要到应变组，我要到什么医疗组，真的把他们编团起来，家长就开始惊了，对吧？学生就开始惊了，然后或者什么100人以上的公司跟工厂，通通都要设防护团，真的下令要求全台湾所有公司都这么干，大家就开始惊了嘛，大家就开始造反了。没达到100人的同一栋建筑里面都要有联合防护团，管委会都组不起来，你组联合防卫团你看要组啊，对不对啊？所以如果照这样的所有的社区通通都要有，所以照这样讲法的话，以后管委会、平时管委会、暂时民防团，每一个里都要有民防分团，当然现在有，基本上那都是什么？邻里互助队、清运垃圾、邻里巡护还有看到小朋友要关心他一下。这些50、60岁的阿姨，到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去修机场，他们要去运军品啊。50、60岁的阿姨，他们要对空监视及报告敌机动态，你说可笑不可笑？慈济的师姐们都已经纳入民防40万部队了，这就是我们领长未来要干的事情啊！领长就是民防体系、民防部队啊，民防部队支援军事勤务，法条上所说就是要干这些事情。